好，大家好，这里是凛冬，很久没有更新影片了。现在每天都在直播困难列车，偶尔会打一下地狱模式，直到今天打了不下100场地狱通关，失败场次甚至更高，研究所耗费的时间更长，总场次接近300场。不过不用担心，我即将整合以下内容跟各位分享，让你能少走弯路，并且快速学会所有关于地狱的知识与技巧。今天的内容会非常的长啊，我会给各位标注时间线，就按照你们自己的需求来观看吧。能够完整看到最后的话，你会获得非常多的收获。在影片开始之前，别忘记点击关注了。5月16号更新后的地狱正式版登场。那在此之前测试1个月的地狱模式跟现今版本完全不同。进场前先看一下地狱模式的难度介绍。第一点，关于祝福跟火花的部分后面会说明。第二点，所有人类皆持有防御力减少受到伤害。这时候 1.3.3 版本更新了全新功能，特性就相当重要。如果你专门攻略或者游玩地狱模式，必须先准备好前置减少防御力10条，所有敌人防御力减少要5条。攻略地狱必须要有，且越高越好。不过这项属性仅限地狱有用，如果你是只游玩一般或者是困难难度的玩家，就不需要这些。当你完成特性的准备，会在攻略地狱的过程中获得有效突破。第三点，对敌人造成的晕眩时间减半，这意味着所有与晕眩有关的魔神，比如破坏者、成长超人、大自然守护者所造成的晕眩时间减半，并向要求更高的晕眩几率与频率。第四点，生命值上限额外伤害减半，这意味着所有打生命值伤害的角色伤害都会减半，比如说猫咪大师、天魔、加农等。但是天魔因为技能特性给予很高的攻击力，使得他在地狱当中大放异彩。再来就是正式版地狱所新增的内容，晕眩免疫。每一波小怪刚出生时，晕眩免疫是0，每存活1个回合提升20%的晕眩抗性，存活到第5回合免疫晕眩。这使得过去无往不利的卡门口战术无情失效。接下来要通关地狱的唯一标准就是伤害足够，一般以及困难也是如此，更加考验玩家的输出与阵情调配。以上就是地狱难度当中的限制。作为对应机制，地狱难度同时寄出了祭坛祝福与火花。初始祭坛祝福以及后续回合的祭坛火花，我会以我实际经验下的体会来告诉你们这些技能的优劣之处以及看法。刚进地狱模式会出现的祭坛不叫火花，而叫祝福，那它会陪伴你一整场的游戏，而非像火花这样暂时性的争议或者功能。祭坛祝福总共有11个，接下来我会逐一介绍。不然，于选择祭坛火花时，可重新整理3次火花效果。刷新次数在很多已经通关地狱难度的玩家心目中是绝对顶尖的存在。这意味着你每一次选择祭坛火花的时候都可以刷新，能让你有更多机会选到心目中想要的功能或是符合阵容的争议。它的优点刚才提到了，缺点也是很明显，你得打赢特殊首领，也就是第10回合、第40回合、第70回合。那我会给他列到 T0，是因为在有概念的前提下是个神技，反之则没有办法太容易驾驭它。那优点就是刷新火花，缺点没有。资源金每5回合提供30到90不等的金币，提供金币在前期不无小补，有机会快速上魔神或者解完隐藏，但后期基本上不乏金币，只能看作前期祝福。列到 T2，优点是前期精远，缺点就是后期无用。再来就是资源金。每5回合召唤一个传说以下阶级的随机魔物，这里指的是包含传说，也就是紫色品质啊，随机出现白绿蓝紫级别的魔物。所以这项祝福的第一要点是场上都要留一个位置，如果没有留的话，随机魔物不会出现。它最主要的功能不仅仅只是前期提供额外魔物，而是基本盘16只合成完后，有机会再提供到17只甚至18只。也有人实践过一场游戏出现19只超魔神，都是仰赖这项祝福。要知道超魔神越多，容错率其实越高。列在 T1，优点是随机提供1到4件的魔物，缺点是需要保留1格。雇佣资源，采掘魔石史莱姆，雇佣费用减少30%。妥妥的前期祝福，等需求约1500金币的矿啊，多少至1000上下，让你的宝箱需求量变低，以及前期魔石量提高。列在 T2，优点是前期省钱，缺点矿点满后就无用。冷库，每当生命值减
减少一个所有魔物暴击几率加25%，爆3加75%，只能说废技。因为当你生命减少时，基本上你就2个，尤其21等猫在80关过后基本上没伤害，基本上你只能指望大炮或高等天母，不解释了。列在 T3，优点是增加伤害，缺点是后期能打穿盾的只有大炮跟高等天母。采掘资源，雇佣5个采掘史莱姆的状态开始游戏，极好的前期祝福，跟雇佣资源有大同小异之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仅仅让你开局稳定没了。列在 T3，优点是开局稳定，缺点就是矿点满后无用。名誉狩猎，本局游戏击杀的所有通缉犯，奖励增加100%，顶尖的正义祝福啊！奖励装备的概念直到后期都可适用。如果有办法清掉龙骑士或大魔法师，你的资源会嘎嘎多。列在 T1，优点是稳定资源提供，缺点没有，来自氢能气息。击杀敌人时以20%的几率获得一个魔石，这是套上幻影史莱姆的文物效果。不能说鸡肋，就是不无小补。列在 T3，优点是偶尔会补充魔石，缺点就是没太多魔石。集中训练，每当雇佣5个采掘史莱姆时，所有魔物暴击率加5%，满矿就是40%，提供百爆的来源之一。不过百爆只对前期输出用处较大，在后期基本上对高血量的小怪来说打不出什么伤害。列在 T2，优点是提升爆率。缺点没有。订阅领域，每当选择祭坛火花效果时，于随机空地创建暴击伤害增加200%的地板。只能说鸡肋。鸡肋的点在于它的位置是随机的，问题是地狱若没有公式化摆放，则失败几率很高。列在 T3，优点是随机提供爆伤3个，但缺点也是一样随机的。真枪实弹，每当击杀30个敌人时，所有魔物暴击伤害加4%，这里双方一起吃得到了，基本上等同于每回合加4%爆伤。地狱包含小怪有90个回合，等于360%爆伤，是很好的争议。但后期除了高等天魔，其他输出看不到效益。列在 T2，优点是提高输出，缺点是需要提高暴击率。这边列出了一些优先级最高的祝福排名，仅供参考。实际上会影响后续对局的都列在 T0 或 T1。如果真的抽到 T3 级别，倒也别担心，因为火花还是有机会拯救世界的。以上就是这些排名，你以为有祝福就很厉害了？那可不一定，你得睁大眼睛看看你选到了什么火花。地坛火花总共有32个，按照优劣利弊，且听我娓娓道来。最顶的火花之力，第一个说，首先是反击，敌人攻击时以1%的几率灭亡敌人，无法摧毁首领和通缉犯。这边描述其实是错误的，正确描述是攻击敌人时我这边可以忽略。T0神技，若在40回合或者是70回合出现，请优先选择。这项技能以新手角度来看，最为匹配的魔神是幻影史莱姆以及猫咪大师等攻速快的超魔神。魔神的话为火龙，前提是石头，也就是破坏者可以卡得住。如果你是资深玩家，可使用天魔体系，那么幻影史莱姆有极高的攻速，以及满矿时的攻速是乘以9倍，苛求就是1次，所以它的攻速就会乘以9。如果有现在的版本有强化，就可以加1，它会更多，速度更快。那猫咪大师高几率范围，所有敌人受到伤害都会触发。火龙则是每3下大范围 AOE， 但这是我认为还算不错的。小季节，若在70回合出现反击且16只超魔神，请记得再召唤传说魔物不法之徒英雄魔物海盗，这2只的攻速比任何超魔神还快。巫毒术师提供的攻速能有效提升整体队友的触发效率。注意事项：高等天魔体系不建议在40回合选。优点是清怪效率第1名，缺点是没有金光成长。每当目前持有10金币，所有魔物攻击力增加5%。在低于原版难度当中，破台组合即是用金光成长搭配满等天魔去突破，但要使用全天魔阵容通关，则需要最少20万金币搭配金光成长。从地狱 1.3.0 版本直到下一次版本更新前，只有1对使用，也是唯一1次通关，可见难度多大。在更新后的 1.3.3 版本中，成长没有增强，亦无改弱，其首发位置就被反击踢下来，要求金币数量过多。但现在不会像原本需要更多的金币，大约在5到10万金币就有很出色的效果。
若你在这版本遇到，也是可以优先选择。列在 T0，若在40回合或70回合选到，需要维持约1到2万金币即可。若有余力，可以慢慢洗上去，没问题。合适的搭配对象有天魔、加农、猫咪大师。天魔基础攻击搭配叠层嘎嘎乱杀，在95关回合前都表现良好。加农基础攻击搭配争议嘎嘎乱杀，80回合前表现都良好。猫咪大师高额趴攻搭配争议嘎嘎乱杀，80回合前的表现都良好。除非你洗到10万金币，否则金光只是辅助清怪，打完一样乖乖用大炮加农。注意事项：高等天魔体系不建议在40回合选，优点是80回合前的清怪效率极高，缺点是90回合后没有什么差别。魔力盾牌兑换魔物时以50%几率不扣除费用，这玩意实在太劲爆了！它居然连5阶魔神的转换也有机会不扣魔石。我曾经只用了80魔石转了14，光是这样说你应该就能明白其中含金量。又或者我换个描述，临时21宝箱的体验卡最好出现的时机是在第10回合，再来是第40回合，70回合之后等于废弃，越早出现就越强，绝对是运营最佳火花。列在 T0，选到它的话建议用1倍数去合成，然后矿要优先点满，原本可以点到20。有宝箱之后再点到41，并用这一项火花来存魔石，以备不时之需，或者魔神强化。70回合后需要2000魔石来预备阿修罗的需求。优点是高效运营，缺点就是后期无用。以上这3个是我目前心目中的 T0，基本上看到了不需要思考直接选。如果同时出现，则是反击大于金光。这2招若在40回合出，可稳定抵达70回合，甚至可以稳定收掉80回合的小怪。混沌进化合成英雄以下魔物时，将大或成功或失败。直白一点的描述就是将蓝色品质以下的魔物合成率调为成功率50%。成功时升2阶，失败则消失，也就是白色成功变蓝色，绿色成功变紫色，蓝色成功变魔神，紫色就不会失败了，因为描述是英雄以下魔物，也就是蓝色。这家火花在70回合前都是废弃，不要选，唯一能选的时期是70回合，到那时期已经合满16只了，这时候就有机会突破上限合到18只，所以请记得16只之后场上再留2只蓝色即可，或者不招，避免选到但你的格子是0，白绿蓝紫各一合不上去，那可就尴尬了。这招搭配资源军，有机会达到最高合成超魔神数量19只，列在 T1。我其实私心想把它摆在 T0，因为增加魔神数量对我来说等同于容错率上升，无论是多一只大炮、破坏者、巫毒、亲人都是上之策。优点是魔神数量战线增加，缺点是需要留格子合成到爆者。魔神登场于随机空位产生一个魔神，跟混沌进化是同一个概念，不过这是保底17只。一样也是要记得留一个空位，不然选了不会生效，直接哭晕在厕所。列在 T1，它的位置7只，可以指定区域，只要你有意识的把空格留在你预期位置上即可。优点是魔神数量战线增加，缺点是需要留格子。灵魂超越，每持有10个魔石，幻影史莱姆攻击力增加100%。我本来对这项技能是嗤之以鼻的，直到后来尝试了一下，对它改观。选到这项火花加5000魔石的3级史莱姆1只哦，居然可以清掉90回合前的小怪。如果点高史莱姆的基础，也会更加强大。但这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厉害的原因，背后需要高等甚至不少数量的宝箱来去支撑魔石数量，而且仅限于门口。你必须卡怪。幻影史莱姆下一个缺点是，它没有办法打王，只能够稍微减缓怪物抵达，这也是它的唯一用途。那我会把它列在 T1，因为现在大部分人无法通地狱的因素在于小怪而非大王。现在有了加农且数量足够，已经可以把70关与100关的王消灭，所以目前版本最佳解答都是以清除小怪或者争议为主。当然，这还是我的个人主观呢。优点是清怪效率高，成本低；缺点是占位置，打王无用。魔石需求极高，现在拥有自爆功能，完全可以在40回合使用。召唤的代价：消耗所有持有金币，每个空格随机召唤传说魔物。如果你已经完成16只，同时已经70回合了，你可以选择它来帮助保底18只，前提是你有留4个空格。你在选择这项技能前，你得观察场上右下角有个小眼睛，是否有空格允许你召唤紫色魔物，否则点下去有可能只是充公国库。因为可以增加魔神
数量战舰，所以列在 T1。注意事项是，40回合前需把场上魔物净空，选到的话有机会快速成长。必杀之犬，当阿修罗首次攻击新的敌人时，造成防护罩上限25%的额外伤害，图形1/4的破盾拳啊！这项火花体现在100王蒸发速度上，剩下75%的盾，甚至可以只靠低等文物的大炮来清除，列在 T1。唯一的缺点就是只能在王冠体现，在小怪身上基本上发挥不了什么。不过有一说一啊，选到的人可以在89回合转出阿修罗，减少91到99的小怪压力，因为每次转移目标可以造成25%的护盾伤害。优点是强力收尾，通关率上升；缺点是只在王冠体现，小怪关呈现的有限。进化代价。消耗所有魔石，使传说以下魔物阶级上升一个阶段，跟召唤的代价是同类型。不同的是消耗魔石，并且是包含紫色魔物。假设你场上有16只紫色魔物，选到这项火花，马上就变成16只魔神，所以就可以衍生一个玩法：合成到紫色但不升级魔神。如果选到这项火花，就能大幅节省成本。点下去后，魔石归零是它的唯一缺点，你需要重新囤积魔石。为了不避免浪费，建议你在70回合后把矿升级魔神。在 1.3.3 版本中发现一个新玩法，当40回合选到召唤的代价，恭喜你，40回合就完成17只。列在 T1是因为它能提高魔神战线，最理想的状态是15只魔神一紫一蓝也能变17只，16只魔神的话则是保留一紫变成17只。优点是魔神数量上升，缺点是需要魔物，而且是越高越好。无力感，所有超魔神攻击速度减少15%，这项火花可以叠加，也就是2个人的都选择是可以叠上去的。减少攻速的副作用倒是还好，若是2个人同时选，减少额度大约是6级巫毒一只，但是带来的防御力减少却是25乘以2倍，也就是50%，这就是一个极大优势之一。在70后选出来的话，满等猫是可以有效清除80关之前的小怪，满等天魔2000层可以切94关以前的小怪。列在 T1，降防变降等于增加输出，绝对是一个有效提升输出的手段。在我心目中也是1等1的强势火花。优点是降防，缺点是攻速减少、压迫感，敌人的防御力减少15%，无力感的下位，没有减少攻速的副作用，但是提供稳定的减防，虽然不多，一样也是可以叠。双方都选的话，也可以叠到30%，所以也是很好的输出提升手段。这招列在 T1，在后期主轴技能实在太少，能有效利用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机体，对小氪玩家来说不见得友善，但目标是80前的小怪也算是够用了。优点是降防，缺点是幅度较低。审判之雷，每10秒对除了首领以外的10个随机敌人发射削减20%的防护罩的闪电。我其实不知道它会不会电到队友的小怪，如果会的话就有点鸡肋，但毕竟给予削减触罩的量已经算是上等的火花辅助，但由于是随机性，只能列在 T2，不算最优秀，但也不差。如果大炮能够集火，则可以作为搭配。优点是削弱护罩，缺点是随机性。龙之火花，单龙弹、幼龙、双足龙、德雷克、巴奇利之克攻击首领或通缉犯时，以25%几率造成防护罩上限3%的额外伤害。这火花绝对被大家低估了，龙族之力可不是开玩笑的。在谍战攻速后，清完的效率可不是一点半点。具体操作模式，场上的白绿蓝紫魔物事先转为龙族，准备1只直升机，在最后一关时把石头破坏者转为火龙，把魔物一致可攻击中间丸的范围内即可。这招是用来弥补尾关前10秒大炮输出完却没结束的尴尬窘境，可以有效破盾，但只作为弥补大炮数量上的不足。在 1.3.3 版本更新后列为 T1， 先前版本因为实用性并没有其他 T1 技能来的好用，而且也是锦上添花的功能，现在则是完全可以登场。优点是平稳破盾，仅见首领跟通缉犯；缺点是对小怪无用。最强君主一步召唤暗影君主的状态下，持有最多灵魂的天魔以外，移除所有其他天魔，并使剩下的天魔灵魂增加1000，同时吸收其他天魔所有的灵魂。若只有1只天魔，则是直接增加1000；若有多只以上，则保留层数最多的那一只，其他消失。适合多只天魔的体系下使用，前提是等级高。列为 T1。
但需要高等天魔才有效，低等天魔再高叠层也破不了后期的护盾。现在23等满天魔3000层等于5亿攻击，搭配减凡特性与辅助，可以切得动97回合的小怪。优点是特化天魔跟冲天魔棒，缺点是等级高才有实质效益。战利品：击杀首领怪物时获得奖励增加100%，越早选到越好。后期若无好的火花也可以选。增加魔石库存量，避免准阿修罗时运气不好消耗过大导致失败，也能在前期提升运营效率，列在 T2。优点是资源量提升，缺点是后期疲软。任务封印：立即获得700金币、100魔石，并跟火花前无法使用任务，直接送你任务会获得的金币与魔石量。这招在第10回合遇到的话，我会选，除非有魔力盾牌，列在 T1。点到这项火花时，请记得把矿招募到20，足够让你前期运营嘎嘎稳。如果你能在10回合选到前将白色与绿色隐藏任务完成，简直是无情大补啊！优点是前期运营，缺点是后期无用。复用封印，立即获得400金币、100魔石，持续10回合，限制雇用史莱姆，直接送你资源，但是锁定矿工招募直到20回合。对比兄弟火花任务封印则有点逊色，不过在20回合前可以让你专注把场上小资叫起来，也是一项好的训练模式。不过这个我会列在 T2，因为我都没怎么再选。锁定矿工让你前期出破坏者，但没有办法升矿，一定程度上造成合成节奏拖沓。优点是前期运营，缺点是锁定矿工直到20回合，合成节奏拖沓，后期无用。审判炸弹。克拉拉的限时炸弹爆炸造成敌人防护罩上限10%相当的额外伤害，再改动让克拉拉有上场的机会。虽然没什么人想玩它，首先需要很多只，最少3只，再来要晕眩控住，让它无情爆破。但有一说一，数量多起来所引发的爆炸其实超快消灭的，因为克拉拉炸弹会被兔子炸弹提前引爆，而且是一个挂弹引爆，有效范围内全部都会被炸到，值得一试。列为 T1。优点是输出爆炸秒听秒，缺点是数量要求高，小怪区控住，组合有冲突，牺牲石头。召唤资源，魔物兑换费用加10，召唤费用减15。隐藏大地雷，千万别为了省那一点金币而去选这项火花，不到16等的宝箱都不够支撑整场魔石数量，更何况你还点这个雪战加霜，列为 T3。优点是减少金币损耗，缺点是增加魔石损耗。种族之力，一般到传说魔物与魔神的攻击力增加数值为1000%，也就是10倍。这项火花在 1.3.3 版本被削弱，官方认为太强，因为选到后就直接用小魔物秒掉奸商，哪怕是一般水平的魔物也可以做到。作为抗压还是可圈可点，但仅限于前期，列为 T1。优点是前期抗压，缺点是后期无用。回归，移除超魔神以外的所有召唤魔物，获得1000金币与300魔石，只能说打发乞丐。先别说魔神会消失，成造所需要的资源早比这些奖励还多，简直不要太小气，列为 T3。优点是额外资源，缺点是牺牲所有魔神以下阶级魔物。是属性上，于随机位置召唤一个可爱鼠，且所有可爱觉醒时间增加10秒。召唤的文物根据你自身文物等级，但无论文物等级高低与否，基本上已经常驻觉醒。但地狱有生命3减半，所以可爱鼠还是下去吧。70回合后没别的火花，也可以选这个，前提是已经16只，前面回合千万别选，你会后悔。我后来想到，如果你是新手，只是想体验，也是可以选出来玩玩，毕竟可爱鼠整场都是5倍攻速，还是能有效抗衡前期的小怪，列为 T3。优点是前期抗压，缺点是卡位，后期无用。解锁领域，随机解锁2个被封锁的地板，初期最爱的火花。如果你能够一开始解锁1到2个封印，这项火花可以帮助你省下一点金币，变相提升运营力，适合一开始运营时期使用。若40回合还有2个封印未解开，这火花也是好功能，列为 T1。优点是解锁封印，缺点是全解锁后无用。金光气息，击杀一个怪物时，以50% 的几率额外获得2金币，听起来很多，算是不无小补，后期就是废金。列为 T2。优点是赚点外快，缺点是后期无用。精英随机召唤1名太空士兵，并且此击杀数叠加2000层。在你选这个之前，请先了解太空士兵的技能。每击杀50名敌人，提升一个阶级，最高5阶，250击杀达到上限。同时文物效果，每击杀1名敌人提供小量攻击。那么2000层点下去是不是就很猛？答案是哭晕在厕所。首先厂商要有太空士兵，但在现今版本中你是不会升太高等级给他的，因为他没有生命值伤害，所以给他也没有太大用处，列为 T3。优点是增加太空士兵输出，缺点是需要太空士兵。暴走力量，以随机位置召唤一个哥布林暴走族，以50%的几率获得1金币，包含队友。卡位又没用，
地狱也不依赖打钱去辅助金币富翁的输出，列为 T3。优点是赚点外快，缺点是卡位后期无用。漆黑契约所有超魔神射程距离固定为2，攻击加500%，爆伤提升100%。组合有玩大炮的话，千万别选，大炮架炮位置会从4降为2。组合只玩天魔的话可以选，但是天魔不会将攻击距离从1变成2。生意量大约是2只青龙，列为 T2。优点是增伤，强悍的导师，每一个一般到传说阶级魔物，使魔神与超魔神攻击力增加60%。早期输出会成型的条件下，若有这招可以稳定撑到40回合。当然，对于输出的机体是需要有一定的标准，仅限于前期，列为 T1。优点是前期抗压，缺点后期无用，魔神需要的数量多。冲压之力减少50%，强化冲压的所需费用。这年头还有人玩鸭子的吗？有的话留言打个1。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在这边刷超级杯，列为 T3。宇宙征服者拥有最高级杀速的一名太空士兵，攻击敌人时以5%的几率造成敌人防护罩上限3%相当的额外伤害。要选这个不如去选克拉拉审判炸弹，而且这个跟精英制作为同个配套，加钱补王尾刀，列为 T3。优点是王冠伤害补充。缺点是需要太空士兵。任务资源，任务奖励获得量增加60%。如果你没在前10回合解完所有任务以及隐藏任务，那么选到之后解完任务的资源嘎嘎多，后期无用，列为 T1。以下是祭坛火花的排名参考。当你明白祭坛火花各自带来的功能与优劣后，你就会明白接下来的对局需要如何去搭配。摆正介绍开始之前，如果你与队友的机体不如以下前提条件，那么除了仰赖火花的功能，很难在运气差的条件下达成通关。天魔排在 T0呢，两边同时出了最低条件21级，或者单边23级。皮肤的话是21+2，可以带弹16级至14+2。无火花情况下，5只21级天魔切得动95回合，5只22级天魔切得动96回合。5只23级天魔切得动97回合，23级3000层攻击力接近约6亿。第二个优先的就是宝箱，越高越好，越低越容易缺魔石，无法运营以及强化魔神。猫咪也是 T1，最低要19等，要出的话不能低，可以一个人出，用途是弥补70回合前天魔无范围输出的短板。第4是大炮，也是 T1，最低要11等，文物要3，主要用来清除悬赏，一只可以清除海贼王，2-3只可以清除骑士团长以及辅助击杀小怪，快速消灭首领。1.3.2 开发的全大炮通关组合已无法套用。第5是巫毒，也是排 T1，最低要11等呢。场上最早存在4只，主要增加攻速与暴击率。再来是青龙，青龙就排在 T2，1至11，场上最早存在是3只，主要增加基础攻击与暴击伤害。冰魔的话是辅助，然后石头文物6以上，地狱难度有晕眩减免与看清的关系。再来就是阿修罗，用来清除地图怪物。推荐角色没有提到魔神，不建议做使用，可根据火花或者个人经验来去实践。上述的机体建议是我个人与伙伴测试后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不需要火花。我会根据以上角色来制定阵容搭配。首先是第一套，如果双方的机体符合上述参考，天魔等级两者皆为21级以上，猫咪等级满足，那么这套很适合作为连刷组合。天魔启动时机为80回合1只，89回合全开。参考召唤顺序为天魔先出1只，再来大炮出1只，再来天魔出5只，再来出冰，巫毒2只，石头1只，出在右下角，出大炮2只，青龙2只，石头2只，最后出猫。全场时机有大炮就可以出全场3，场上有4只巫毒加2只石头加1只冰就可以出全场6。双方采取近战阵了，条件允许则可以大部分回合执行2倍速。大天魔带小天魔，其中一方的天魔等级为21到23级，另一方最低需求要有16。天魔启动时机80回合是1只，89回合要全开。参考召唤顺序为大天魔的那一方，天魔1只，再出大炮1只，再出天魔5只，大炮2只，青龙3只，再来3个。小天魔这边的话就是大炮1只，天魔3只，再来冰，再来巫毒2只，石头1只，再来大炮4只。再出猫1只，石头再出5只。小天魔需要召唤阿修罗，转换位置是下方4个石头。那第3套就是大天魔带大猫猫，天魔方需要23级，猫咪建议21级以上。参考召唤顺序为大天魔方这边是天魔先出完6只，然后巫毒出2只，
石头出1只，在出怪口那边出冰，出巫毒3只，那再出石头3只，最后出青龙3只。大猫这一边大炮先出1只，出猫1只，再出冰巫毒2只，再来石头1只，出在右下角出怪，再来大炮2只，然后猫3只，出石头6之后就青龙2只。后期由天魔方消灭96回合前的小怪，需要猫咪方放怪给天魔清除。4只石头转为大自然守护者备用阿修罗。第4套是天猫双阿修，天魔方需要等级21级以上，猫咪建议21级以上。理由同第3套一样，不同的是这套容错率高很多，因为有2只阿修罗。阿修罗转换时机为一方在96到97回合视情况转，越晚越好；另一方99回合剩余7秒转，最后多余的石头转成大炮或青龙。推荐转换顺序是猫咪方，再来是天魔方。猫咪需要放怪给天魔清，存活时长会更久。若有必要，天魔方可以出动直升机转换天魔位置协助清怪。总之，阵容百种，能用的不仅仅只是一套而已。说到底还是依赖玩家各自的临场反应与随机应变。以上阵容是没有强制火花的前提下所运营。如果选到有利于战斗的火花，可能就可以减少一些流程。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实战解说，后期会以双打视角来演示给各位看。一开始召唤小偷需要根据机体，如果你是白绿皆满级，那么你可以开场3之后招小偷，再补到5只收掉，开始运营。如果你白绿低于10把 T 的位置出满后，看双方谁先出，都收完后再换人出，比较稳妥。第1到10回合阶段主要在有限的格子内，也就是15格，解完白色与绿色隐藏任务，比较考验个人基本功。这一阶段可以在困难难度当中进行练习，练习只召唤15格的程度下能否稳定合成出隐藏任务，久而久之即可形成肌肉记忆。后续也会分享一些实战画面以及实战的技巧跟大家分享，希望以上内容有帮助到各位，不要忘记点赞、点击订阅。那我们下次见，拜拜。